谶纬神学，这是周易学习之路上绕不开的一个阶段。这是中国医学发展中自西汉末期到魏晋时期这500多年间的主旋律。如果要绕开谶纬神学，就相当于砍去了周易至少500年的历史。显然，对于我们学习周易，尤其是象数学、经文经学来说，是不完整的；对于儒学来说，也同样是残缺的。特别是2026年迎来了丙午马年，民间吃马弘羊的迷信传说又开始兴风作浪。简单了解一些关于谶纬神学的常识，有助于避免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牢笼时代里作茧自缚。首先要简单定义什么是谶纬。谶是神的预言，纬是与经相配的学说。按学术界的主流观点，谶纬神学指的是自西汉末年兴起的一种儒家神学学说。既然谶是神的预言，而神绝不是从西汉才有，这里就要注意，上面说的是谶纬神学，而不是仅指谶。实际上，谶或谶言、谶书的出现还要更早，至少在先秦就已经存在。但那时候百家争鸣，谁也没有想到利用谶言去干预政治，甚至孔子的六艺也还没有被称为经。但随着传对经的解释越来越多，六经的地位正式确立，然后六经都有各自的传，以至于后来传取得了与经同等的地位。当儒家的学说尚且只有经和传的这个阶段，此时的儒学称为显学，也叫外学。从西汉开始的前100年时间里，儒家显学在和黄老道家的交锋中，几乎是从民间到朝廷全方位的溃败。但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开始改师法，把阴阳灾异、天人感应的理论借助《春秋公羊传》植入到他的学说之中，目的在于通过天人感应的神权来限制当时无法无天的皇权。说好听点，是为了督促皇帝以德治国，其实际上是为了让儒家在帝国政治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。于是从董仲舒开始，儒家的后起之秀们又通过了大约100年的时间，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系统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，把孔子包装成玄圣素王，鼓吹孔子为汉家治法。自西汉末年哀帝平帝开始，儒家发现只有经没有纬，织不成布匹啊，天底下怎么可以只有经单独存在呢？于是以谶书为核心，结合自董仲舒这100年来形成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，编成了和经书相配合的纬书。所以六经在都有各自的传之后，这时又都有了自己的纬书，经纬圆满合体了。纬书则开始号称为内学，被尊为秘经，盛极一时。这一时大概至少有200-300年的时间。这期间，谶纬不仅与经平起平坐，几乎有取代经学的趋势。也许今天的人们提起来儒家学说，大概率只知道内圣外王、仁义礼智信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很有脸面的词语，但更要警惕，当正人君子开始一本正经地怪力乱神时，他能造成的恶常常比坏人作恶还要可怕。如果没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，汉族人被外族大肆屠杀而衣冠南渡，谶纬神学的这股妖风恐怕就要刮到今天了，也说不定。谶纬神学的作用和使命只是为了限制皇权，影响帝国政治。因此关于谶和纬有一个基本常识，我们普通人首先要清楚，那就是谶纬都是关于天子皇帝的，关于王朝更替的，都是说帝国政治的。谶言绝不是对一个老百姓说的，你不配。但是当一个老百姓有了想要改变帝国政治命运的决心时，他却可以利用谶言去宣传鼓吹。比如东汉黄巾起义时喊的口号是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因为谶言是神的预言，其威力和作用是任何名人名言都无法比拟的，因此历代王朝都不敢对任何谶言怠慢，以至于自隋唐开始，朝廷明令禁绝，民间再流传谶纬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个别刁民利用谶纬来妖言惑众。显然平民一旦要利用谶言搞事情，那目的就是冲着改朝换代去的。用今天
那话叫颠覆国家政权。但在朝廷内部对谶纬的重视和收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。到了清代，不要说是谶纬，就连普通的文字和话语都可能成为文字狱的定罪证据。也许你会说，我只想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小百姓，不想搞事情也不敢啊，那谶纬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吧？问题是，没权没势的你搞不搞谶纬无所谓，而要命在于有权有势的人，甚至是皇帝和朝廷信了谶纬之言之后，他们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所有百姓。比如洛州吴颖让武则天迁都洛阳，黄旗子盖让西安城压胜东南，唐代金刀之谶引发弥勒叛乱，甚至我们生活中用到的历法，从朔旦冬至到甲子革令，也与谶纬关系重大。总之，可以说读懂了谶纬，才有可能明白中国文化中哪些地方才是龙的逆鳞，为何我们的文化中有此禁忌，才能真正了解并弄懂自己的文化。从这个视频开始，我们进入到谶纬和巫术的专题。我们会从文本上的谶纬之学，到谶纬在中国发展的神文现象，以及民间利用谶纬和巫术相结合形成的淫祀等方面，正式打开这个反迷信邪术专辑的大幕。欢迎关注。